你是不是每次输这单的时候都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继续 max pain hold 着，还是要果断的 cut loss？ 要不然就是每次进的价钱不漂亮，进到太高；要不然就是每次太早出场，少做后面很多波段；要不然就是开了单晚上睡不着觉，日夜颠倒，怕爆单，你的生活、家庭、健康全部都赔上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，make sure 你看完这整个 video， 我在里面会给 tips， 让你能够放下进单的恐惧，在 trading 上面更加得心应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Anson Tan 的 Traveler 做手过客，我又回来啦。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讨论一下刚才我们所遇到的那些问题，我们会要怎样解决。如果你本身是 trader， 你有在做这 trade 的话，刚才那些上述的那些问题你应该都有遇到过，这些都是我们 trading 上面会遇到的问题。像我们要怎样解决？解决问题之前，我会先把 trading 简单的分成3个部分，我们去探讨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耐心。耐心解决的是什么？解决我们进场的时机能够进到更准，不会是随便进场。这样就会有人问，怎样才算耐心 ？OK， 不用紧，这个在后面我会继续讲得更深入。所以第二个领域我们要去探讨的问题就是情绪。耐心解决的是什么？解决我们进场的时机能够进到更准，不会是随便进场。因为 trading 不是一个1+1=2的一个游戏，我们要知道在里面牵涉了很多市场的情绪、市场的价格走向。我们要学会怎样战胜自己的情绪，不去当大多数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在这个市场上面，大多数的人永远都是输家，所以我们要学会懂得反市场，然后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这是第二点。说情绪是什么用？情绪是指当你开了单过后，你的情绪的那个起伏。为什么？你开了单过后，可能你赢着或者你输着。那个情绪的起伏，只有 trader， 如果你有 trade 过的话，你一定知道，一定明白。你在输着的时候，你那种恐惧；你在赢着的那种喜悦，可是又怕太早出场的那种情绪变化。所以情绪是比较反映在你在选择出场时机的一个探讨点，就是你的情绪。耐心解决的是什么？解决我们进场的时机能够进到更准，不会是随便进场。当你有了耐心，你懂要怎样进场进到更准，还有你又有情绪的管控。你在对的情况下，我继续 hold； 不对的情况下，我拔腿就跑，我 take profit 或者我 cut loss 都好。这样你有了这2个点，其实你已经可以开始在 trading 赚钱了。可是，在 trading 上面，赚少赚多因人而异。这样什么东西可以决定你赚多或者赚少？就是第3样东西。第3样东西我会把它讲作是资金风险管控。如果你想要在 trading 这个东西上面赚到更多钱的话，第3个东西也是一个很深入必须要去探讨的，就是你的资金风险的管控。因为只有管控好你的资金，你才可以把你的利益最大化。资金管控太保守，你赚的钱回报就很低。可是当你 over aggressive 的时候，你每一场交易进到单都进得太多的话，你会把太多的压力放在你身上，变成你的情绪不稳定。情绪不稳定就很容易做错决定，然后下错单，或者是在错的地方出场，然后导致巨额的亏损。这3样是最基本，在 trading 你一定要做好最基本，要不然你是不可能长期赢钱。这样子我就来给一些 case study。你是不是有试过，就是进了单，然后你赚的钱，可是你赚到钱的时候你太早出场，然后你就觉得哎呀太早出场了，过后做什么事情，你看到价钱继续涨的时候，你又迫不及待，又按耐不住你的手，你又去 click 2 buy， 又再买多一次。在那个时候，其实你在做的追高，这个我们叫 FOMO，Fear of Missing Out。然后这个点其实我也在我之前的视频 Top 10 Tips for the Beginner Traders that I wish I knew when I was started trading。如果你有对那个视频有兴趣，你点击上面的资讯卡可以进去看，那边我会讲得更深入。那我就讲另外一个场景，你在该出场的时候你没有出场，然后你眼睁睁看到你的单本来是 profit 这，然后变成亏损。每次亏损这的时候，你又当做把它输一点点，视而不见，放在它。结果它从输少少，你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你没有出单，结果它继续输，越输越多，越输越多的时候，你就变成套牢了。这样套牢的时候，因为你不想输完整个 trade， 你又在最低点忍痛出场 cut loss， 变成你必须要面对巨额的亏损。做这2种场景的话，如果你有遇到过的话，你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。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很普通，因为我之前在我刚刚开始 trading 的时候，我也是每次遇到这样子的问题，所以我才决定拍这个事，让大家知道要怎样去避免面对这种问题。这样我就很直接去讲如何去避免。我们就从刚才我们讲的耐心出发，怎样才说耐心？意思讲，我们今天不是看到有机会我们就进场，反而是我们在做我们 trade 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事先 planning。这个在我之前那个 Top 10 Trading Beginner 的那个视频我有讲过。
So 为什么要 plan？ 因为你 plan 了之后，你才知道你要选择怎样的进场点，什么样的进场点风险更低，回报更高，什么样的进场点虽然是个机会，可是风险比太高，你的赔率也太低，说不值得做。所以这个就是我值得耐心，因为我是比较偏向一个 midterm trader， 我 hold 的单在 crypto 里面它的 turnover rate 比较高，所以我们每次讲 midterm 是指差不多最短可以是1-2天，最长可以到差不多2个礼拜，这个是所谓的 midterm。当你是 midterm trader 的时候，你的耐心就是指 OK， 我要找到一个进场点，是它给我的赔率很高，然后我的风险相对来说更低。怎样讲我的风险更低，可是回报更高？当然我知道我要怎样去看到我的那个赔率有没有达到我的最低预期，然后我承受的那个 risk 是不是我可以接受的 risk。就是今天我们一定要设一个停损，那停损价钱，假设我们在看这个时机点的时候，我的止损至少要放一个100块。假设我今天看到一个进场点，这个进场点我放一个100块的那个止损，就是我知道如果它跌below这个100块钱的 gap 的话，我就知道它在 signal 我讲它已经转圈了。那个时候我就当做我看错，我会把止损当做是进货成本。进货成本的话，就是你开了这个单，你就已经预了给他了，你不会当做那个是输掉的钱，它是好像你做生意也是有 costing 的嘛，所以你当做那个是你的 costing， 你就是一进去就要付的费用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mindset 这样稍微调一下，当你真的是 hit 到 cut loss 的时候，你不会心痛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你在用这赔率来想的话，其实你觉得这个是值得，因为我今天用什么？可能我今天放的止损是100块，可是我今天 aim 我预期的那个 profit 是可能600块、800块，可能是1:8的赔率。如果我觉得 OK 很值得很歹的话，我就觉得 OK， 我这个进货成本，即使我真的 cut loss 中到的话，我给他我心甘情愿，因为我知道我只要这样子用这样子的 planning 去玩的话，这样子的 planning 去 trade 的话，我赢1次我可以抵消我输8次，因为我讲了嘛，如果我的赔率是1:8的话，我以这样子的模式一直去 trade 的话，我每次赢，肯定，然后我的胜利肯定是10场里面可以赢超过2次，一直讲我赢的几率肯定是超过20%的，就代表说如果我每次这样玩的话，长期来讲我是不可能会亏钱的。如果我 discipline 照着我这个 mindset logic 跟 trading system 去 trade 的话，第一你要先知道你进场的这个风险有多高，你的 success rate 够高吗？再来就是第二，你的 cut loss 你要当做是进货成本，这样子的话，你的情绪就不会太大的起伏，你就不会太过去在意，或者是太怕讲，我到底会不会 cut loss， 到底我是不是看错了，我是不是要斩单，我是不是要 cut loss， 所以这些问题全部都会迎刃而解，因为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，所以这个就已经解决掉你情绪问题了，你就不会每次讲进了单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一直在观察着那个 price chart， 不懂它是会真的往你的方向走，还是会对着你的方向冲。因为我已经 set 好 cut loss 了，挨到你明天早上的结果就是看到暴赚，要不然就是 cut loss 吃到罢了。这就是我讲为什么你要 plan。所以这个其实某种程度已经解决了你第二个东西，就是你的情绪。再来第3个点，资金风险管控怎样讲？OK， 今天你下的每一笔单，你都要知道你最大预期所能承受的那个亏损是多少。假设我给一个 scenario， 假设我今天我进了这个单，我每一次我给我 maximum 可以输的那个整个 wallet 的 percentage 来讲，可能是20%。所以我进这单 trade 的话，我不会让我的 account 少过20%，我最多给它输一个20%。所以变成我会怎样放？假设我今天看了这个机会点，可能我的cut loss 点是离我的进场点差一个400块，因为我们是玩Bitcoin嘛，一天涨幅一个几百块是正常的。OK， 假设它跌一个400块，假设我做多我买它上，说如果价钱跌超过400块的话，我就会被 cut loss 嘛。因为如果我们 trader 要可以赚到钱的话，通常我们都是用 cross leverage。所以 cross leverage 的话，如果跌一个400块的话，就差不多亏一个400%，就是你的 position margin， 你假设你进100块，你输400%就是输4倍，所以总共你会输掉你整个 wallet 的400块钱。OK， 所以用这个逻辑来讲的话，我进场的点跟我 cut loss 的点差一个400块，意思讲我这张单预期 cut loss 的话会输一个400%，400% 就是我进货成本的4倍。所以假设我今天只可以愿意输20%，所以很容易拿你的20%除以4，就是拿你愿意亏损的 percentage 分量除以你 cross leverage 亏损的倍数，就是400% 的话就是4倍。所以我拿20%除以4就会算到5%。OK， 5% 的话就是代表我的进场，我在这个进场点我只可以进我的整个 wallet 的5%。So that 如果它真的 hit 到我的 cut loss 的话，我只会输20%。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scenario。假设今天你换一个场景，就是用回我刚才讲的算法，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已经在很有系统的去操纵你的整个 trading account， 因为你知道你每一次输都输20%，这样你不会好像被情绪牵引，就是当你
开始连赢4、5、6场的时候，你开始太过 overconfident 的时候，你会越进越大。你会发现到你进太大的时候，你会太过 aggressive， 你会很容易爆单。你进的单的那个 portion 越大，你的那个爆单点会很靠近，你会很容易爆单，输完你所有的钱。所以这个资金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就是在于你知道怎样 systematic 去 plan 你的 bet， 你怎样去 place 你的 trade。你的 trade 不是随便啊，我爽我就进一个200块，我爽我就进个1000块，不是的，你要去 plan。So that 你在整个 trading plan 的执行上面，能够很有系统，能够预期算出你的那个赔率。最后再给一些题外话，就是今天我们在 trading 的时候，我们要尽量把我们心中的那个情绪跟恐惧放下，甚至消除。为什么？今天当你有情绪、你有恐惧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做错决定，你会随便就 cut loss， 要不然就是随便进单。再来就一个提醒的点，就是你要着重于计划，忽略掉账面上的盈亏， so that 你会更加专注于我现在有多少子弹，我应该打多少的牌。你的感受不一样，你的结果就会不一样。最后我就用一个《孙子兵法》里面讲的一个，我觉得在 trading 上面很有感触的一句话，就是今天你的胜利与否是在你开战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。OK， 所以今天如果我这个视频对你来讲有一点小小正面的影响，有帮助到你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 subscribe 订阅，然后 share 给你的朋友，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这些内容。然后不要忘记在下面帮我 like， 然后 comment， 如果你有什么在 trading 上面的问题都可以问，没有问题的。So 这里是 Anson Dan 的 Traveler 周手沃克，感谢你们的观看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